Hello， 大家，这是我一个人跑了天桥立、一根洲屋还有美山茅草屋之里的一日游。这个行程到底怎么玩？有什么值得吃、值得去的地方呢？我们一起看下去吧。现在时间是5点58分，早上不到6点就起床了。老实说，早起真的有够厌世，因为等7点就要从大阪出发，参加这次天桥立一日游。不过好险，集合地点在日本桥附近，从我住的南波走过去大概20分钟内就可以到了，所以稍微整理一下，我就悠哉出门了。这次除了要去日本3景之一的天桥立之外，行程也会安排到一根洲屋还有美山茅草屋之里。另外这一次我还误打误撞跑了一趟真名景神社，据说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限定御守，必须完成参拜后才能取得。等等我也会跟大家分享这一个小插曲。如果跟我一样不想研究交通换车安排路线的话，我觉得这种一日团还蛮方便的。那么就出发吧。第3排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可以看到天桥立沙洲一片的地方，等一下稍等一下。大概早上7点15分出发之后，接下来要搭2个多小时的车，前往今天的第一站伊根湾。这次行程会安排游船，顺便体验喂海鸥。可能是因为我是周6出发的关系，整台游览车几乎都坐满了。如果跟我一样是一个人旅行的话，我反而会建议避开6日。平日的话，可能比较有机会一个人坐2个位置，整体舒适度会好不少。另外这一次我没有选择含餐的方案，所以前一天晚上我就先去超商买了面包、饮料跟一些简单的食物。毕竟这次的行程安排的有点紧凑，除了天桥立闪松公园上面有餐厅之外，如果我没有事先安排的话，中午能吃饭的地点其实不算太多。至于行程中提供加点午餐的部分，因为我自己没有加购，所以就没有实际的体验。不过后来有问下同团的团员，普遍是觉得应该就是方便吃饱的路线，没有特别雷，但好像也没有到一定要特别加购的程度。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预算跟需求决定就好。要买布丁先拿布丁来这边结账哈，谢谢。经过2个多小时的车程，我们来到今天第一个景点伊根湾。这里最有名的就是沿岸一整排的船屋。船屋最大的特色就是1楼停船，2楼住人，有点像把车库直接盖在住家下面的感觉，算是日本非常少见的一种建筑形式。不过老实说，这一次我搭完船之后，印象最深刻的反而不是洲屋，而是喂海鸥。上船前大家都会拿到一包虾味鲜，船都还没开出去，一大群海鸥就在旁边等开饭了，而且不是1、2只，是整群跟着船一起飞。有些海鸥甚至会直接从手上把饼干叼走，进去看还蛮震撼的。不过喂食的时候也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因为除了海鸥之外，偶尔会有老鹰突然冲过来，速度非常快，而且它们不是用嘴巴，是直接用爪子去抓食物。所以喂食的时候记得用手指捏住饼干的一角，不要整块放在手上，会比较安全。整趟游船大概20几分钟，我觉得算是这一次的行程里面非常有趣的一个体验。那我们就大概11点45分到这边，所以前10分钟就要下课。大概早上11点左右，我们抵达了今天最期待的天桥立。接着会先从府中站搭乘缆车前往闪松公园，导游这边会发放乘车券，可以自由选择要搭乘缆车或是单人登山吊椅上山。不过我这边蛮推荐一个搭法，就是上山搭缆车，下山再搭单人吊椅，因为缆车速度比较快，而且上山大部分时间都是面向山壁，看不到太多风景，反而下山搭吊椅的时候可以一路欣赏天桥立的景色，我觉得体验会更好一点。很多人吗？可是他这样子上去，然后马上下来，应该还好哦。对好。体验完最有名的靠下看天桥立之后，我先跑来旁边的土产店逛逛。这边有不少京都北部有名的丹波黑豆相关伴手礼，如果喜欢黑豆制品的话，我觉得可以顺便带一些回去。すみません。お
接着我搭乘单人吊椅，慢慢往山下移动，准备往旁边的原伊势龙神社进行参拜。原本来天桥立之前，我没有注意到这座神社，后来查了资料才发现，这边跟伊势神宫有很深的渊源。而刚好2年前，我曾经去过伊势神宫一次，当时参拜完真的有说不出来的神圣感，所以这次既然来了，我也想说顺便走过去看看。不过事情的发展跟我后来想的有点不太一样。原本我打算参拜完顺便买个玉手留念，结果在授予所的时候，刚好听到旁边有人跟巫女说，她已经参拜完了，想要领取风藤手。我当下看到那个玉手，觉得好特别，心里也想，那我也买一个好了。结果一问才知道，这个玉手不是想买就能买。巫女很认真跟我说，必须要先到后方的真名井神社完成参拜，之后才能回来领取。这时候我才知道，原来神社后方大约10分钟路程，还藏着一座真名井神社，而且不少人把那边当成天桥立非常有名的能量景点。我想说特地来了，而且距离集合时间还有一点空档，就决定走过去看看。老实说，走过去的路上，游客比天桥立少了很多，整个环境也非常安静，跟刚刚热闹的观景区完全是不同的感觉。进到神社完成参拜之后，我又回到龙神社的授予所，这次总算拿到我刚刚看到的玉手。比较特别是巫女还请我把玉手放到前面的桃木剑上进行加持。原本只是看着别人买，想着也买看看的玉手，最后反而变成这一次天桥立旅行里面让我印象很深的一段小插曲。如果之后大家有机会来天桥立，我自己还蛮推荐多留一点时间亲自走一趟真名井神社，体验一下这边神圣的氛围。结束天桥立的行程之后，这次我们来到今天的最后一站美山茅草屋之里。老实说，我之前会觉得有点像我之前去过的白川乡合掌村，结果到了之后，我觉得这2个地方其实差蛮多的。如果说白川乡比较像热门的观光景点，那美山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安静的一个小村庄，这里没有很多商店，也没有拥挤的人潮，反而多了一个很悠闲放松的氛围。如果说要我最推荐什么的话，我应该会投冰淇淋跟美山牛奶1票，因为我去的时候真的太热了。这边冰淇淋吃起来特别的疗愈，牛奶喝起来也算是蛮香浓的。那对我来说，美山可能不会那么惊艳，但如果偶尔放松脚步，安安静静的在乡下拍拍照、散散步，享受什么事都不用赶的感觉的话，我觉得美山还是蛮舒服的。那这次天桥立日游就分享到这边咯，不知道大家比较喜欢伊根湾的海鸥、天桥立的风景，还是最后悠闲的美山呢？如果对这趟行程有什么问题，或是有其他推荐的日本景点，都欢迎留言跟我聊天。那如果喜欢这类旅行的分享，也别忘了帮我按个赞，顺手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 Casper， 我们下一次旅行见咯，拜拜。